所以，你们特意从系统里回来，是希望天才的阿杰塔博士帮你们研发不让果冻掉在地上的机器，还是让万能程序员阿杰塔编写黎明游戏必备的智能语音小助手？都不是。莫非是真的需要干涉亮闪闪的物价吗？这个需求听起来比较复杂，但是洛星最优秀的乙方阿杰塔博士可以为你们准备至少3种方案。我们没时间像维塔那样和你拌嘴了，阿杰塔。不过那个语音小助手之后可以再考虑一下。克拉丽，总之，这是一起货真价实的绑架案。鉴于小蕾耶拉真的已经不知所踪，所以无论这封绑架小蕾耶拉宣言的行文风格有多么不严肃，我们都需要认真对待。若你们需要，我可以从零开始学习犯罪心理学。阿杰塔，我们只需要你把知道但不说的信息都告诉我们，尤其是和这起绑架案相关的信息。遗憾的是，阿杰塔博士能说，但他不知道，在洛星真正的历史上，末日倒计时的确如游云所计算的那样准时归零，所以由纳赫拉引发的小蕾耶拉绑架事件，我未曾耳闻。倒计时归零的瞬间，一条庞大的裂隙被撕扯开，在极短的时间内吞噬了地风，毫无悬念。更甚者，由于扩张的速度过快，一座城市、无数市民也不足以满足裂隙的胃口。数据之海的侵蚀引起了连锁反应，受灾面积不断加大，逐渐要从地风扩展向整个洛星，直到最初的落位，它因人而坠落。难道这就是火星现在只有2颗卫星的原因？在某人的操纵下，这颗落位脱离了自己的轨道，向着满目疮痍的地风奔赴而去，只为了给他提供自己独有的矿物材料。你们管这种矿物材料叫做星辰，对吧？如果能搞来一份，我或许能够回答你的问题。可惜我眼下更关心你口中的某人，虽然我猜你一定会说你不知道。我不知道。总之，这颗卫星没有直接撞击地面，操纵它的人巧妙地利用了大气层的摩擦，用一种类似打水漂的技巧，将看上去凶险万分的坠落化作了填补大地创伤的治疗。精卫填海吗？没想到这种神话故事居然真的在火星上发生了。那灾后的人类怎么样了？以一场针对自己的送葬为代价，希纳迪亚为整个星球争取到了时间。自他融入脚下的大地后，洛星文明迎来了真正的发展窗口期。那些被他所依赖托付的人类，如他所期望的那样，在大地上开枝散叶。而诸如凤凰洲文明这样的原生文明，也正是在这一时期陆续出现。不过所谓的分散，也有大部队和小分队之说。你们所熟悉的纳赫拉还有利托斯特，那时就和大部分地风幸存者组成的拓荒队伍在一起，建造新的居所。至于其他熟人，游云还有瑟拉佩姆，在海啸之后都不知所踪。蕾耶拉呢？他不会在那之后就主动揽下了第2代神明的职责，把希娜希望他能实现的愿望抛在脑后了吧？他的行动或许正是他对希纳迪亚愿望的应允。在地风陷落之后，蕾耶拉以考察为名，独自一人踏上了旅程。虽然他最终回到了洛星人的身边，但他具体在什么地方做了什么事情，始终没有明确的记载。我猜想，那段旅程对他而言一定有着非常特殊的意义，所以他给他上了把锁。到头来这边也毫无破绽啊。蕾耶拉已经向我们展示过那么多疯狂的面貌，但同时也保留了自己在地风时期的黑历史。他到底还有什么见不得人的过去？唉，聊了半天又回到原点了。不管是纳赫拉还是蕾耶拉，历史上他们的行动都和现在发生的绑架案毫无关系嘛。
让阿杰塔博士额外附赠你们一点经验之谈吧。回溯、推演，不单是为了接近历史上的轨迹，至少在大多数时候，你们给历史带来的变量远比历史本身的影响大得多。所以遇到瓶颈的时候，比起查阅历史，你们大可以多多关注当下的需求。真是谢谢你的经验之谈，下次这种我帮不上忙宣言，能放在长篇大论之前吗？没关系，克拉丽，多收集一些情报也是好事。对了，阿杰塔，关于那根羽毛的解析，你现在进展如何？为了找到挚友的下落，这段时间里，我每天的工作时间足足延长了3%。据内部人士反馈，你上1个小时班就会摸鱼3个小时，只要凑满8小时就会立刻下班。如果延长3%的工作时间，我为什么要认真计算这种事？我目前能得到的结论是，那根羽毛是维塔留下的某种全能的后门，它就像是一串钥匙，或者说一串密码，能够在特定情况下激发某种和它息息相关的力量。但那力量是什么，尚不明确。为了更快解明这一点，我愿意进一步延长1%的工作时间，也算是告慰友人了。时至今日，我依然记得挚友在被我气走前对我说的最后一句话。他说：“阿杰塔，请你闭嘴。”我亲爱的挚友啊，如果说个不停就能让你为了阻止我而回来，那我愿意做出这种程度的牺牲。牺牲？谁又要牺牲了？